欢迎收看第1113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德国华人迷奸案。但是我想聊的角度呢，不是这个案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啊，因为肯定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类似的节目了啊，我就不在这儿赘述了。我想聊的角度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极端言论。以及这个极端言论所背后反映出来的很关键的一些观念问题。首先呢，这个事情啊，很容易引起争吵啊。我觉得首先说一点吧，这个案件本身很恶劣，对吧？任何一个有基本良知的人，你面对这些事情啊，下药、性侵、偷拍，而且是熟人犯罪啊，你都会很愤怒，对吧？都会很愤怒。有一个情绪化的表达，这个很好理解。我先说一下我的一个基本的底线啊观点。我当然支持严惩性犯罪啊，我也支持保护受害者啊，我支持女性在性别暴力面前发声，我也支持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这4句话呢，基本全是废话啊，你当然要支持。而且我觉得我也不用在这里去说我过去有多么支持女权啊，为此做过什么，我的老观众都看得很清楚，对吧？好，但是我们现在要说了，支持女权不代表就一定要否认一个现实。什么现实呢？就是极端女权是存在的，激进女权啊，改成这个拳头的拳啊，四处出击的这种是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啊。很多人会说啊，没有极端女权，没有激进女权啊，只有女权。那你这就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你承认啊有极端女权的存在，有激进女权的存在，其实是为了保护真正严肃的女权议题不被劫持。女权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很值得大家去认真对待的议题，但是不能让这些极端女权和激进女权把真正的女权议题给毁掉。这也是我做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初衷。那现在有一种话术很流行啊，就是你只要在网上啊看到一些很极端的女权言论，你不能批评，你只要批评，对方就会说你是反女权的，说你毕竟是个男人啊，你是替男权说话的，甚至给你扣上厌女的帽子。这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就是那些极端女权把自己标榜成正当的女权，然后对一切批评他们。我们批评他们不是批评女权的那部分，批评的是他们的极端言论，是极端性的那部分。但是他们会在这儿做一个道德绑架，偷换概念，说你是反女权的啊，说你是厌女的。因为任何的理念，它都可以走向极端化。那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者，你可以变成极端民族主义啊；环保主义者，挺好的概念，对吧？也可以变成极端环保主义啊。宗教信仰还有原教旨主义，所以女权也不是天然就免疫的，必然会分化出一部分的极端女权。所以我们当然批评的不是女权本身了，对吧？而是那些以女权之名煽动仇恨、鼓吹私刑、否定法治以及制造性别连坐的极端言论。我一会儿都会给你们解释听啊，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昨天我就看到有这么一条言论啊，就说呢，说强奸、猥亵、恋童癖啊，都应该切除所谓的作案工具啊，就是说把这个男人的这个屌切掉啊。这话呀，你听起来是很解气的，尤其发生这个德国这个迷奸案啊。但是呢，我们必须得问一句符合逻辑的话，那就照这个逻辑，小偷是不是应该把手砍掉呢？这作案工具啊，是吧？那你比如说说谎，是不是要把舌头割掉啊？杀人是不是就应该公开的去凌迟处死呢？这些都不是现代司法呀，这是古代刑罚的
一种负媚。所以现代法治的核心啊，不是报复快感，你必须要遵守程序正义以及罪责刑的一个相适应，对吧？必须禁止残酷和不成比例的惩罚，这是现代法治的精神和核心。那你平时在网上发言的时候，说一两句解气的话，这个也没有太多人苛责，但是你不能每一句每一天不停的在说这种极端性的话，而且尤其是在你还有很多受众、很多follower 的这个前提下，这个影响力是很糟糕的。因为我们对性犯罪当然零容忍，这不等同于我们对法治是零尊重。我昨天在网上看到刚才那句话，那就是对法治的零尊重，对吧？因为你支持受害者，不代表你要支持这种私刑啊，这种古代的残酷的刑罚，这不能画等号了。女权会说啊，我反对父权暴力，对吧？当然，但是你不等同于说你反对父权暴力，你就可以制造新的性别仇恨。这正是很多极端女权每天在网上做的事情。因为对待一个坏人啊，你比如像德国华人迷奸案里边这8个华人啊，男性华人，坏人啊，但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你怎么对待这些坏人，其实体现了你的文明程度。你面对罪犯的时候，仍然要承认你的基本的法律边界，这些人权，这就是原则。这点突破了，那这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就守不住了。很多的这些极端的女权啊，或者激进女权啊，这些人啊，他是受过真实创伤的。所以由创伤带来的这种愤怒，包括对父权制、对普遍男性的那种愤怒，这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归理解，不代表可以把他们就捧上神坛去神圣化。因为这些女性受父权制的伤害，比如性骚扰、家庭压迫、职场歧视身体羞辱、情感操控，这些都是真实。他们的这些愤怒不是凭空而来的。对吧？我们都理解，都支持。父权制确实伤害了几千年来太多的女性，但是这种创伤你不能够自动的就生成出正义，不是说你是受害者你就天然正义，这是不能划等号的。一个人受过压迫那不代表说他之后说的每句话都天然正确。一个人曾经是受害者，也不代表他永远不会成为新的施害者。他会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也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很熟悉伤害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点上，就是很多在诉说着女权主义的一些女性她们都是受过伤害的，但是她同时也在复制这种父权制的暴力。我们来看很多时候他们不是说看到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个人去说，在判断我是不是要去批判他们通常都带着一套预设的剧本。就这些所谓的激进女权四处出击的，他有一个剧本。他到处的在网上去找可以放到他这个剧本里的人，找到之后，他那一套话术说你厌女，你反女权什么，你就是个男性，天然的不能理解女性，他这一套话术就来了，四处出击，就等于是找架在吵，找架在打这样的人。他是什么一个心理逻辑呢？我给你们讲过一个例子我们拿这个唐僧来举例。唐僧呢，很多人说他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对吧？看见可怜的人呢，他内心就升腾起这个慈悲之心了
但是久而久之啊，因为慈悲是好词儿，对吧？很多人会夸你，哎呀，这个师父就是慈悲啊，长老你就是慈悲啊，他也会自我有这种满足感啊，我是一个慈悲的人，我是被大家尊敬的人，慈悲是一个好的品德。那久而久之，他什么时候能感觉到说，我是个慈悲的人呢？必须出现一个对象，一个可怜的人。所以久而久之，他就会期待出现可怜的人，因为一旦有可怜的人很多出现了，他那个慈悲的自我就升腾起来了，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奖励机制。那一个修佛之人是特别要警惕这种贪念的，这种痴念的，经常要反省。那同理，那些女权主义者一样，他们也在去找，你看看这些犯罪的人啊，这些加害女性的人，他们也在找这种对象，因为只有找到这样的对象，他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审判模式，对吧？唐僧是遇到可怜之人，立刻进入慈悲模式，这些女权主义者是找到这些加害者，他们就进入一种审判模式。所以这些受害者就成了一种道德工具我找到受害者了，他是我的道德工具，帮助我感受到自己的慈悲。同样，这些女权主义者把这些加害者就当成一种创伤容器，就是他自己受到创伤，我得找一个地方去发泄。我看到加害者了，好，有目标了，所以我这一套模式自动启动，开始去攻击对方。昨天还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也可以印证这个比喻。有人问说，就这个巴甫洛夫就这个条件反射，不是说这个响铃铛，这个狗就给狗喂食，最后就是这个没有食物一响铃铛，狗也流口水，对吧？昨天有人就反过来问说，会不会久而久之，这个铃铛一响也能刺激到巴甫洛夫这个人他也想到，我是不是该喂狗了？那当然，对吧？不是说只有狗有条件反射，人也有条件反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吧？屠龙的勇士最终变成屠龙，因为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都是在互相影响的。所以，女权主义者如果不能像这个修佛的唐僧这样的人能经常的反省的话，那他在这条路上，每天你都在说偏激的话，久而久之每天你都在找这个可以去攻击的这种，实际上他当然了，他是攻击女权的人然后你又反过来去攻击，你每天都在寻找这样的人，你每天都在吵这样的架，每天都在说偏激的话，慢慢你就从一个女权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四处出击的一个激进女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表演。那我们知道女权是一种进步主义那进步主义有的时候是需要表演的，怎么表演？就是我表现的越愤怒，就好像我越正义，我说出来的这个话越残酷，比如我把所有的这些男人性犯罪者都凌迟处死一片一片肉都给他割了，把这个屌切了，是吧？说的越残酷，就好像你越站在受害者一边我讲的越不讲法治什么程序正义什么怎么不要讲我讲的越没有法治，好像我越有良知。我越妖魔化男性，就越能表示我看透了父权。那极端女权主义者就是这么表演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要逼人站队就是你一些旁观的人，或者你说一些比较中立的客观的话的人不行，我得逼你站队，你跟我一起骂那些男的，要不然你就是也是那些男的那一边的。所以我们想说女权不是仇男，那这个我觉得不用去细分析，对不对？你仇男当然不是女权了，你真正严肃的女权关心的是什么？权力结构，
身体自主性同意、司法正义以及受害者的这种保护，这是真正女权议题要关心的东西。但是被这些仇男的极端女权这么一搞，那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就分散了，对吧？那分散之后，他还会做什么？就是一个性别连坐。这些极端女权他就把这个问题简化成说，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男人都应该被阉割中国男人都是这样，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结构分析了。你在网上说出这些话，你没有数据支持你没有这个理论的结构分析，没有，全是情绪化的性别连坐，仇视男性的言论。我们想一下，原来我们所痛批的父权制为什么可恨呢？因为它把女性简化为一个群体，都是一样的天下女人都一样，天生就是什么样，女人就该什么样，这是父权制最可恨的一点，对吧？现在反过来，极端女权对男性也是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天下男性都一样，你们也是一个简化的群体。结果搞半天，他们有真正的批判父权制吗？他们有超越了这个父权制吗？没有，他们只是把这个父权制的这种暴力形式复制过来了，拿过来自己用，没有区别的本质没有区别的。他自己过去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他非常熟悉这一套伤害的方式。反过来，他自己拿来现在去欺负男性用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可以延展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很多受压迫者受到真实的伤害结果他就会把这个怨恨去倾泻到一个整个的族群、整个的性别、整个身份之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在这个中共治下受到迫害的一些少数族裔，但是你看到他在网上就会去说中国人都是怎么样的，或者汉人都是怎么样的，就是把这个扩散到这个怨恨投射到整个的一个族群上去。那现在这些女权也是投射到整个的一个性别上去，男性都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怨恨一旦失去边界，本来你是反抗压迫的，反父权压迫，结果你现在就把这个东西你也把它复制成一种压迫，对别人去压迫，你也变成了一个加害者。这里面还要考虑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网络同温层互相之间也在喂养这种偏激的模式。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同温层呢？大家都是女性，对吧？都是女权主义者一开始都是讨回公道，对吧？一个女性被骂被欺负，然后大家都是去挺她帮助她，帮她抵御这个网暴等等的。结果慢慢就形成了小圈子就开始四处的去寻找敌人了，对吧？然后最后每天就是为了证明我最清醒，我最进步我最敢骂，我是这个群体里的敢于冲锋的人。最后就是因为你往前冲，你这个同温层的人就会夸你就会支持你，你说的对你这个偏激的话没有人会指出来的没有人会说你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偏激。你在一个同温层里有人敢这么说话吗？那你就会被踢出这个群体。我昨天遭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刚才我不说具体是谁了我看到这么一个偏激的话，那这个人我们还是互关的，我觉得我好心我觉得得点醒一下吧，就你不能一直说这种偏激的话，其实对你个人是很不利的，对女权议题也是很不利的。本来就是这么一句话点醒，结果我就遭遇了他那个同温层的一堆人上来去撕咬。所以这样的偏激最后就会形成惯性就会形成惯性，每天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同温层之内就把这种偏激当成勇敢把说这种残酷的话当成好像一种清醒，然后把这种蛮不讲理的方式变成了自己立场坚定，互相之间去捧最后这是一种病态的安全感，就好像我们这个圈子特别稳固我们立场特别坚定，而且我们好像没有错，因为互相之间都认为对方没有错，
这个小圈子非常病态。同温层啊，总结4句话：只要我们一起骂，就说明我们是对的；只要对方痛苦了，就说明我们胜利了；只要有人反驳，就说明他是敌人。啊，昨天北京就是个敌人了。啊，无论我之前有多么的去力挺啊，保护他们这些女权主义者，为他们发多少声都没用啊！只要我说一句反对的话，我就是敌人。最后就是他们在这个德国华人密监案里的立场，就是只要我们是代表受害者的，我们在替受害者说话，那我们就不可能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逻辑谬误啊！你在替受害者说话，不代表你就是对的。那要看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话。你说出来的是反人性、反法治、反文明的话，虽然你是替受害者出气，但你还是错的一方。所以当一个人啊只会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受过伤，那他当然没有真正的走出伤害。这在其实过去很多议题里我都说过类似的话，无论是对女权呀，对这个比如像什么法轮功啊这种，包括一些什么宗教迫害啊，包括什么种族的啊，然后维吾尔人的这种事情啊，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受过伤害的人啊，我也和他们对话，那我也在发现，其实他们受过伤害之后，那他当然现在要反抗，要反击，对吧？到了一个自由世界，那他那个方式，通过偏激的话，通过谩骂，通过对，就说明他并没有真正走出这个伤害，很可悲，很可怜啊！我能理解，但我能帮助的并不多，我只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去把这个话尽量的说透一下。那当然，对方爱不爱听，我没法确定，也确实有这种案例啊。我好心的说，但是对方就听不进去，就把我拉黑了，有劲了啊。那我问心无愧，对吧？我是为了你好，当然我能做的就这么多。啊，我大胆的把这话说出来，后面的事情我管不了。那说一说，除了对个人自己的伤害，就是你每天说偏激的话啊，这个就不说了，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极端啊。那你对于整个女性这个女权的这个议题也是有伤害的，因为本来我们关心的是这种很严肃的女性议题，对吧？有些人原来不了解，你是可以说服他，让他去了解的。我们更关心如何去保护女性，在现在这种全世界父权残留还很严重的情况下，但是当舞台变成那些极端女权和激进女权的一个表演舞台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就被他们吸引走了。那很多在中间灰色地带的人看到的就是这种极端女权、激进女权的表演，那他就很讨厌啊，他就会觉得说，那女权是不是都很极端？所以这里面最后受益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真正很厌女、很保守的那些人，他们躲起来了，把舞台让给你这些激进女权去表演，然后你们让更多的世人反感，那最后就是严肃的女权话题没有人聊。好，我们把两件事分开啊，性犯罪必须被严惩，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对性犯罪的这种愤怒，你不能变成对整个性别的审判，对吧？女性遭受父权制伤害是真实的，但是你受到伤害不代表你可以无限的攻击他人，无限的攻击其他的男性，你的这个伤害并不是你的许可证。伤害值得被看见，但伤害不能成为无限攻击他人的许可证。我今天这个 PPT 做的很多话其实都是非常直指观念层面啊，都直接白纸黑字的这个啊，黑纸白字的打出来啊，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听进去。所以我们今天最想说的，对这个犯这个迷奸犯罪这些罪犯，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就法律该怎么判怎么判，对吧？最严厉的去谴责他们，这都没问题。但是同时，今天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也要警惕借这个案件
因为看到加害者了，这些极端女权又扑上去了，就跟唐僧看见可怜之人一样扑上去了。借这个案件就开始又煽动一轮新的性别仇恨啊，男人都怎么样。法治社会审判的也是这一个一个个案呀、个人呀，他也不是说借一个案件我就要审判所有男性嘛，对不对？所以女权啊，如果想要成为一种真正的现代文明的进步力量，你就不能退化成我披着正义外衣的一种性别报复。那些很多女权主义者说出来的话啊，极端女权主义者啊说出来的话是一种完全是性别报复，然后还把自己披上一个正义的外衣啊，我是女权，我是怎么样。回归到我们这个标题啊，愤怒可以理解，仇恨不能正当化，不能正当化，而这个就是我昨天在推特上所批判的。太多的现在这些本来是好好的女权主义者啊，然后变成极端女权了啊，变成激进女权了，每天就在这里说这种偏激的话，就把自己这种仇恨完全正当化了。好啊，反抗压迫，你不能变成去寻找替罪羊。好，我觉得这就是今天啊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以后再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